不要，我不要分手，我求你，你再想一下好不好？10年的感情，我不可能说忘就能忘的。雨萍，怀帆，我良心了，你只是舍不得而已。如果跟我复合，我会更霸道，要求更多。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只要你答应复合，怎么样都可以。我会跟经纪人说，我不拍戏了，多点时间在你身边。我求你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不要分手。有很多人的工作需要靠你的工作去养活他们。你是艺人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任性？这些都是借口。你不爱我了是吗？怎么回事啊？那个男的是谁？他是我爸爸，他终于出现，可是姐姐不原谅他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，不要哭，我来处理啊。有没有受伤？相信我。你这样，杀人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老板，你不知道啊！老板，这个我女儿啊，跟老爸只有一个，打死就没有了。这些年你管过我跟果果的死活吗？我早就当你死了，杀了你了不起多一个牌位而已。你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？啊？你好好想一想，杀了自己写信真心说者是要判死刑跟无期徒刑的重罪啊！你这些年存的这些钱，难道是要让杨果烧给你用的吗？如果你跟伯父出了事，那杨果怎么办？啊？你好好想一想嘛。伯父现在会出面，就代表他能力比较好。你好好坐下来跟他谈啊。不然这样，我免费当你的律师，我帮你跟他好好谈啊。这些年你只要所受的苦，我一定帮你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啊。好，没问题啊！我真的，我日子现在过得很好了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们两个，好不好？好，放下吧，对不起，谢谢你啊。要不是因为果果，我早就杀了你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的宝贝小公主就是住在这座宫殿里面。怎么样？比起你住的饭店，是不是更加的富丽堂皇、贵气逼人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当初我离开你们的时候，我特别去拜访，我还拜托那个老陈呐，我让他照顾你们呢。他给我拍胸脯，他说要好好的照顾你们，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的呀。他怎么？你想的是丽华纺织的陈董是吧？对呀。他说你还欠他50万的跑路费，叫我们两个有能力的时候不要忘了替你还这笔债。爸，其实是我们两个为了要省钱，所以才住在这里的。
其实这里没有什么不好啊。哦，对。对啊，比起之前那个没水没电的公寮，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了。我跟梅还曾经住过公园半年，那里的流浪汉对我们两个真是照顾有加，比起那个什么陈董，还真是有情有义的多了。好了啦，姐，不要再说了。为什么不能讲啊？你觉得我听了会难过吗？如果他真的有良心的话，当初就不会丢下我们两个不管了。好啦，我错了，妈妈错了。妈，没有关系啦。我当初我没有办法带你们走，我怕我带了你们跟着会有危险。老陈他说他要照顾你们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没有关系了。怎么这个样子？没有关系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一家人又可以聚在一块了，不是吗？未来我们一起加油哦！不可以就这样算了。你从我的当事人10岁离家出走到现在，这几年来，他跟他的妹妹为了你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跟折磨，我要你提出相等的金钱赔偿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！我现在帮人家看风水啊，一个月7、8万块钱，我把钱全部给他们，给我女儿他们，还有那个。多多，这是你在小的时候，我帮你开的账户，这些年我在里面已经存了大概有200、300万，就是要给你跟你妹妹拿着啊。还有，明天啊，我们一起去看房子，我们去找一间呢比现在还要大还要好的房子，我们一起搬进去住啊。爸爸后半辈子，我做牛做马，我不能让你们再受一点点苦了啊。谢谢爸爸。爸，那既然这样，我比较喜欢欧式古堡风的房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我想办法买给你啊，欧式的。不行哦，口说无凭，白纸黑字签下来。哎呀，我爸都这样子讲了啦，哪有什么口说无凭啊，对不对啊？当律师的比较不信任人啦。爸，没关系，这个合约抄到我来拟，你负责签名就好。来。好，我女儿一点都不糊涂啊！哎呀，真是快如虫老鼠。耶！哎，今天真的谢谢你哦。那么客气干嘛？我们是朋友。哎呀，朋友也要说谢谢啊！而且，真的很谢谢你帮我那么大一个忙哎，我应该好好报答你才对。哎，不包括再帮你骗女孩子哦。大小姐，我都因你道歉了。好了，这么爱记仇，拜托，那件事情很严重，好吧？你会觉得我们两个很奇怪啊？哪里怪？我们一直在玩一种很奇怪的游戏，你不感觉？什么游戏？就是我们不断的跟对方道歉，然后又跟对方说谢谢，然后我们再找一件事来尝试着弥补对方。诶，这样说好像有道理哦。从游乐园那一次，还有发卫生棉那次，超好笑的。还有你说那个瘙痒有异味啊？哦，那个太经典了。我以后只帮这一次哦。哎，不对啊，每次都是我在要求你帮我这个帮我那个的。不管啦，今天你一定要说出一件事情，让我好好的回报你。我这个人可是不喜欢欠人家人情的哦。真的？对啊 ，Sure， why not？英文不错吧？啊！你过来啊！你要讲了，好，不好意思。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叫我像律师或者是老板了？啊？我跟你认识的时间不会比几个钟还要短。为什么你叫他就是齐大哥啊？齐大哥叫我那么亲切，然后叫我做就那么生疏啊？
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哦，他是你现在的老板，然后我是你之前的老板，所以我。一片片落叶会开出个花园，手牵手。更何况，我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，对不对？对哈。向大哥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下一个，向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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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可以了吧？看起来好漂亮哦。这是我一个客户。哇塞，看起来一定好吃。老板，我还没讲完。是老了也不会变丑的。向大哥，要不要一起吃一个啊？好啊。很好吃哦。这个糖果小，以后你带着比较方便，想吃就有。哦，是啊。很好吃。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往返留恋。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，拥挤怎么？怎么会烦？什么事那么急啊？啊？除了你以外，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再找谁了。先坐吧。啊。是雨萍。夏雨萍，她完全变了一个人了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因为杨果？你说啊，你不说我也会找他问的。可仲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他会喜欢上一个女同志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你不要冲动，放开我，让我去。慧凡，杨果她并不是女同志。这么说，他们是玩真的。雨萍她并不知情，甚至可以说她是唯一不知道真相的人。我可以看得出来，雨萍她非常抗拒这份感情，所以如果把所有事情都摊开来，就等于逼她承认。这样子反而是把她推向杨果身边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告诉我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竟然会输给一个女同志？也就是说，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失去雨萍的原因，只是因为她还不知道她是假的。
ミルク。爸爸，今天就靠你啦！啊，这胖哎，请喝咖啡。谢谢。你今天煮的咖啡特别好喝，对不对？其实我都有注意到哦，因为我发现呢，只要我加糖，你就喝1口就不再喝了。可是如果加糖跟奶精呢，你就喝2口，可是你不会喝完。但是今天呢，我就特别买鲜奶，然后里面一点糖都不加，酱，这就是明大设计师齐可松先生最喜欢的无糖鲜奶拿铁。因为你一直在观察我啊。有啊，谁叫你什么都不说？你知道吗？其实像你这种人啊，不喜欢麻烦别人，然后又什么都不说的，最难搞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想对你好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啊。哎，哦对了，刚说到哪里啊？哦对，我说我姐啊，愿意原谅我那个老爸。其实这一切都应该谢谢他才对。他是雨萍吗？没错，知道吗？要不是他那番柔性劝说啊，我姐是不可能原谅我爸的。而且他很可爱哦，还领了一份合约，要我爸从今以后对我们姐妹两个非常的好。说起来，像那哥人其实还蛮好的啊，虽然有时候冷酷无情了点，但是呢，有时候又觉得让人家觉得很感动。除了感动之外，没有别的啊。当然没有别的其他啦。昨天我还在饭店看到他跟慧凡姐，他们2个应该是和好了吧？啊？应该是吧。哦。那就恭喜他喽，好人有好报嘛。哎，昨天我接到内地一通电话，是我亲戚打来的。他们在内地的房子需要去设计，你一起去吧。我？可是我什么都不会。我说过了，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。至于设计那方面，我自己搞定。真的吗？那你们把证件带过来，等办了护照和台胞证，你就可以过去。没问题。要再一杯吗？不用。要再一杯吗？不用。只有我了解，这心的感觉，没有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。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，见你告白别见外。伯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……哎呦，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啊，要是没有你的帮忙，我跟我女儿这么多年的误会怎么化解？是不是啊？对啊，老板，你就让我爸看看嘛，反正又不用钱。哎呀，你这个办公室的格局啊，简单明了一句话，就是旺财伤桃花。你的感情是不是始终没有什么着落？不管交往再久，到最后都是无疾而终，对不对？再这样下去啊，就算你有什么心仪的对象，最后终究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那易伯父的意思，我应该怎么做？简单呐，啊，
只要在你的正桃花的地方摆上吉祥物，粉红色最好，像什么粉晶啦，中国结也可以啊。如果摆上对方他也喜欢的东西的话，就更能够触动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啊。好吧。好，谢谢，我知道。谢谢。干脆啊，今天我就把你所有办公室的风水都看一看啊。好，本大师今天大放送，一个一个来，好吧？好啊。记得留一手，这样以后才赚得回来。谢谢。让我算生日，我最算什么就是这样。请问向律师在吗？在，麻烦这边请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曾先生，米莎，给我一杯咖啡。好。怎么样？上次那个事情 ，OK 吧？多亏向律师了，对方啊乖乖的一月付钱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点文件，因为我非常信任你，这个要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错，好不好？这东西哪里来的啊？依照美国联邦法律，条件不可能那么优渥啊。我也是这么想，所以找你来看一看。可是我那个老婆啊，不知道哪天那个风水大师说，这笔投资稳赚不赔。风水大师，我也没见过他，听说从美国回来的。我老婆把他当活神仙一样的。哎，对，我有他的名片呢，来你看一下。化解掉。来，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啊要摆个金鱼缸，这个放一个瓮，瓮里面呢最好加点水啊，跟它相互对应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地方不错，气场在这里啊，这个地方要放水晶，好不好？最好越多越好，两扇门之间让气给运行起来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地方，我的客户急着把房子脱手，只要你们喜欢，我想价钱应该很好谈。那只要果果喜欢，我没问题啊。哎呀，我都可以啦。要不然等姐看过以后再做决定就好啦。不喜欢没关系，继续看，看到你喜欢为止，好不好？我想要我喜欢的，就那栋他们从小长大的房子。他跟姐姐努力的赚钱，就希望能够把它买回去。你上次跟我提，你忘了？我没忘，我只是很惊讶你没忘。那好啊，我们跟房子主人说啊，我们请他把房子卖给我们，价钱高一点没关系。如果他不卖，我就说那是一栋凶宅，再住下去非死即残。哎，爸，不要乱说话啦。那个房子现在主人是齐大哥好朋友哎。哎呦，我是开玩笑的，对吧？开玩笑，我们很爱开玩笑。对不起，电话啊。喂。是啊，我知道，我马上过去啊，好。那客户打电话来催了，我一定要走了啊。你就继续看，有任何的结论告诉爸爸，爸爸一定照办。哎呀，好，走了，拜拜。拜。看来你爸真的很想补偿你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我跟魏凡说看。请他把房子让给你们好了。哎，不要，不用这样啦。其实住哪里都好啊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。至于回忆这种东西嘛，是可以再慢慢累积跟制造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人都很忙哦。你忙？喂？现在？哦。小黑，哎呦，向大律师向雨皮先生，到底是什么10万火箭师？非要你爸的事情了解多少？我爸什么事？他不就是一个很厉害的风水大师啊？果然对你爸的事都不知道。哎呀，不然他有什么事？
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一些事情，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。哦，到底什么事情赶快说好不好？神秘兮兮的。你爸是个骗子啊？他是以风水大师的名义取得客户的信任，然后再用高利诱惑对方投资。这些资料我已经找人查过了，全部都是假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啦！我爸不可能是骗子啊！你不要乱说，你不要乱说哦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哦。是不是？等下就知道了。上车啊！哦。侦探说你爸人现在就在里面，跟他在一起那个人就是他这一次要载的飞扬。记住，每天11点子时的时候，双手非常虔诚的把它捧在你的胸前，嘴里念着我教给你的咒语。法师，这东西真的像您说的那么有效吗？能心想事成？连老欧都说有效，你说它有效没有效？老欧是谁呀？老欧是谁呀？奥巴马，美国总统你都不认识了？哎呦，奥巴马？哎，说穿了，他能够选上美国总统，靠的就是这尊神物。你不信？你看，我拿照片给你看看。啊，看了，他右手牵着他老婆，他左手在干什么？他的口袋里就捧着这尊神物啊，嘴里在默念着我教给他的咒语。当然啦，我还替他摆下了风水阵，奥巴马他才能够打败他的政敌，选上美国总统啊，知道了吧？我看你眼神好像不太相信我，那没关系啊，不信就算了，我另外找有缘人。大师，我信，我信，大师的话我怎么能不信呢？啊，我一定照着大师的话去做。别收好。等一下，这些是鬼灵。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没得值得支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人生。哦，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，见你告白别见外。虽然事实很残忍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有一个客户，他发现他老婆最近迷信风水大师，在海外投资一大笔钱。他把资料拿给我看，我才发现这个诈骗案跟你爸有关。不可能啦！我爸他说话是夸张了点，可是哪一个风水大师不是这样子呢？说不定我爸讲的那个投资案是真的啊，对不对？杨果，不要再自欺欺人好不好？你这样做帮不到你爸的。那我怎么帮？那我怎么帮？怎么办？你冷静一点，你必须要叫你爸把这些钱还给当事人，只要他愿意负责任，我或许还可以劝我的当事人不要提告。不可能！我爸不是骗子，我去问他，我去问他问清楚，我会叫他过来给你解释清楚的，我自己去问他，我现在就去问他。杨过，我为了保护我的当事人，我已经向警方备案了。
啊，从 ATM 汇出300万之后才知道自己受骗了，这种拙劣的手法也能骗到钱呢、会不会太扯了啊？故事都演到2/3了，女主角居然没有发现男主角其实不是女人，这种偶像剧也能大卖，会不会太扯了？两位坐在这里体验我们的沙发已经半个小时了，会不会是我们沙发太舒服了呢？舒服是舒服啦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设计好像普通了一点，到处都看得到哎。这是意大利进口的手工皮质沙发，全台保证就这么一张。啊，可是我不喜欢意大利人呢。爸，姐，梅，来，我们家房子都还没有买，这么早来看家具干嘛？更何况现在都几点了？哎，你笨呢，就是要这么晚才来啊！而且这个时候啊，最好杀价。啊，妹，你不是最喜欢在沙发上面做瑜伽吗？来，试试看这张沙发好不好做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要打烊了，我都已经跟你们介绍2-3个小时了，好歹也买个面纸盒吧。小姐，那就这2张沙发加这个贵妃椅餐桌，还有这个水晶吊灯，我全部都要。请问这样加一加总共多少钱？绝对会给你优待。小姐，请跟我来。哦，来，喏，爸，我有话问你。哎呦，你喜欢什么尽管说，爸爸绝不偏心啊！爸，哎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跟我说实话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是不是除了帮人家看风水之外，还教那些客户买一些奇奇怪怪的投资啊？哎呦，爸爸懂什么投资啊？多少年以前我就已经决定，我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料子，我顶多跟我的客户们就是一种口头上的建议嘛。爸，你不要再瞒我了啦！你知不知道已经有人跟向大哥说要告你诈欺？哎，你到底骗人家多少钱？你老实跟我讲啊！这谁胡说八道说我诈欺啊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有什么证据？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啊你！是，想要赚我们杨家人的钱啊，我看你八字要够重才行。爸，刚刚这样子加一加，总共68万，我帮你砍到52，现省16万。你果然是我的好女儿啊！哎，杨果，来，现在时间还早，还可以去文昌街，到时候我们去那里还可以捡到很多很便宜的好东西。快点！爸，快点！来了！这件事情真的只是个误会的话，你要跟向大哥解释清楚哦。好，那你明天去找向大哥，我想他应该会帮你的忙。好，你自己小心一点，晚安。
起眼，只有你在我心中才华无限。打开电视机，看你表演，你的声音陪着我每分每一天。看得上你了，我终于苦尽甘来了。把钱还回来！给我那些资料都是假的。误会了，我没有骗你们啊！你还敢说？律师说你给的我们那些资料全部都是假的。哎，资料假的，我干什么给你那么高的利息嘛？我不要赚你利息，本金还给我就好了。就是啊，本金还给你，没问题。给我点时间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要不然我另外给你规划一个新的投资，短期的，半年之内回本3倍，3倍呀！啊！爸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所以你手上那些钱，全部都是靠诈骗得来的喽？说诈骗是夸张了一点了。其实这个风水命理啊，它是信者恒信，这有人愿打就有人愿挨，所以他这个我不管你什么江湖术士那一套啊！我现在问你，你叫别人投资你的钱，到底拿去做什么？当然拿去投资啦。说实话。投资在我身上也算是一种投资嘛。哎呦，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啦？我为了让他们相信我是一个大师啊，我用的穿的不能太差嘛。你看，要是我坐过公车去给他们看什么风水，谁会相信我有那个本事呢？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不干脆变魔术穿墙帮人家看风水算啦？这样人家会照三餐拿香拜你。啊，好了，老姐，说什么啊？爸，还是说你现在把钱拿去还给他们，说不定还来得及啊！哈。钱已经被我花的差不多了，我拿什么还给人家啊？不如这样吧，我剩那点钱呐，哎，够我们父女3个人呐，找个地方避一避风头。等事情一过去之后，爸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啦，那些都是人家的血汗钱呢。我也知道啊，可是我真的只是为了要你们过好日子，我是要补偿你们，我。姐，还是我看这样好了，这几年你那里不是也存了不少钱吗？要不要先拿出来帮爸爸？你在说什么？啊？哎，你不要忘了哦，那些是我们这几年洗的比鸡掌、睡的比狗晚、吃的比猪累、干的比牛都晚存下来的血汗钱呢。这个忙我帮不下去。只有我了解，这心底看着，没有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爱着你，就像难搞的小孩，只想对你傻傻依赖。早啊，你应该还没吃早餐吧？一起吃吧，啊！江江，我想你应该吃腻了那些果酱面包的东西吧，所以呢，我就弄点新鲜的玩意儿。你不要看它好像很简单，其实很复杂，很不好弄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。你最爱的2颗奶球跟半匙冰糖的咖啡，噔噔。你不喝啊？哦，也对啦，你胃不好，不要常喝咖啡哈。不然我再去弄点别的哈。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就说吧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要说啦，我只是想要请你帮个小忙。可不可以麻烦你跟你的当事人说一声，我爸欠他们那些钱用分期的方式还啊？怎么分期付？难道还让你爸每个月再去骗其他人？不是啦，我爸可以去帮人家看风水啊，那种东西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嘛，也不算是真的骗啊。这就是我最不想听到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爸在外面骗的
是一笔大数目哎。你1个月的薪水，你要怎么还啊？我顶多兼几份差啊。向大哥，你也看在我救你一命的份上，帮我这个忙好不好？好，就算我帮你这一次，那下次呢？你要怎么解决？你一个女生，你怎么帮啊？你放心，我爸跟我保证过，他说就这些人了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那还真巧哎。你知不知道事务所还有其他的当事人指明要告你爸？我知道你对你父亲的期待，可是帮你爸还债，这绝对不是解决事情最好的方式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就劝他出来面对事实啊。他又不是你爸爸，你当然可以说那么轻轻松松、冠冕堂皇的。我不管那些大道理啦，我只想知道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帮我啊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我什么好话都说尽了，我发誓，这是我第一次求你，也会是最后一次。求求你，你再考虑一下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讲点道理啊？我就是因为帮你怕害你，所以我才下不了手嘛。怎么会是害我呢？他是我爸爸哎！如果你真的在乎我的感觉的话，你就应该再考虑一下啊。我就是太在乎你的感受，所以我才在那边浪费时间跟你。杨果，我真的不希望以后看到你背你父亲的这个债，背得那么辛苦。你可不可以求求你姐姐理智一点啊？这件事情就放手好不好？我最后一次问你，请问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？我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心软，未来肯定会害了杨果受罪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别人说我护短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说到底，就是不能让我们这对渺小的姐妹换了你向大律师的好名声、好威信。如果你早点跟我说的话，我就不会浪费你那么多宝贵的时间，跟你啰嗦这么久啦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是我错了，我真的不应该来找你，我不应该天真的以为自私自利、冷血无情的向大律师会因为这些日子的相处而有所改变。我真的错得很离谱。什么样个性的人了，怎么还会指望他点头帮忙呢？真是太天真了，杨果。我知道这么做对你很残忍，可是与其要你忍受以后被甩得难看，还不如现在我跟你一起面对这个事情的真相。为什么你也会相信我马球啊？为什么你要对我那么好？怎么回事啊？那个男的是谁？每只蝴蝶为了飞。杨果，你这个大笨蛋，大笨蛋！你到底在期待什么啊？本来就不应该有期待的啊，什么期望都不应该有，不是吗？笨蛋！
知道了，他回来了，我先告诉他。OK， 好拜。找我的吗？什么事啊？雨萍，我告诉你，你爸现在在那边，如果双方调解不成，那他当事人就准备告你爸。你们怎么会这样想我呢？骗我的，什么叫骗你？我怎么会骗？骗子！你怎么会弄成这样？哎呀，什么？把你也找来了？哎呀，我说嘛，这是一场误会，不过就是一场误会嘛。误会什么？要不是有人通知我，我还傻傻相信你手上真有什么美国政府发行的特别债券。哎，我已经解释过了，这是个秘密，各位千万不要传出去啊！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了谢谢我指点他当上总统，这是报给我赚钱的机会呀！爸，不要再说了啦。杨先生，容我提醒你，诈欺罪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，但是伪造有价证券，罪可不轻。如果你再不拿出你的诚意来解决这件事情的话，我们只好把你交给警方处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爸欠你的钱我们一定会还，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啊？拜托拜托。不，我才不相信这种的人格呢。今天如果不把被骗的300万还出来的话，向律师，我一定告他。你那边有多少钱啊？我还剩200万在家里的手提箱里。哦，还差100万呢。那你老板，直接叫车把我爸送警察局，计程车费我出。哎呦，你不要这样子啦，事情总是要解决吧。不要讲，我不想听。哦哟，爸，哎呦。我的立场实在不宜开口，但是不帮这个忙，那他一定很难过。算了，还是先帮再说。这笔钱100万我这边有，我先出吧。不过要耽搁一下，我先到银行里。啊，秦大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好意思，我们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哈，你们等我一下啊。只有我了解这心疼看着，没得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人生。哦，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，对你告白别见外。杨过，哎，齐大哥，那谢谢。不用跟我客气。齐大哥，你怎么都不问我啊？要问什么？问我什么时候还你钱啊？坦白说，我只想怎么样解决眼前的问题。至于还钱的事，我倒没有想过。只是我的薪水太少了，这笔钱要还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还得清呢。不会的，等试用期结束，我就会帮你加薪。如果你好好的学，说不定过个几年，你就可以独当一面，钱快就还清啦。说不定以后我还得再捧个100万，求你这个才华洋溢的大设计师留下帮我赚钱呢。拜托，我怎么可能给你拿那个钱啊？你这样就对啦。没人告诉过你吗？你的笑容很可爱，具有一种能够让人家瞬间开心的魔力。哎，你这又哭又笑脸，真的很滑稽耶。老天也有下雨又出大太阳的时候吧？我就说有吧，自己的老爸都不相信啊。谁知道这些是真的还假的啊？我得要好好检查一下。你，对，哦，去哪里？上厕所。刚刚不是去过了吗？我年纪大，膀胱骨里可以吧？还不赶快解开，杨小姐？哎，那个翔宇啊，
麻烦你带这位爱闯祸的老头去上厕所好吗？谢谢。哦，这向律师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！我这么努力帮你看风水，你这么对我，你什么玩意儿？这次真的谢谢你哦。哎，那是看在你向律师的面子上，不然我怎么可能坐在这里要求他还钱呢？我一定会告他的。我知道，毕竟诈欺属于公诉罪，一旦闹进警察局，就算双方可和解，警察还是要把他移送法办。你放心，之前我答应你的事情绝对不会荒谬。这3年的顾问费，一律免计费。不过向律师，我还真有些不懂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帮他呢？难道？向律师，蒋小姐回来喽。好，我知道。你想太多了，我只是不希望事务所的员工涉及什么诈欺罪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好，那就这样喽。事情处理好比较重要。谢了。好吧，那就这样。雨萍，请我们凑齐了。小磊这样每天演不会累啊？光是道别就要花30分钟，我都还以为要去大陆出差人是你不是我喽。还说嘞，忽然叫人家拿行李箱来给你，人家本来跟小磊要去阳明山泡温泉。神经病啊！大热天泡什么温泉啊？给我什么东西啊？别说好姐妹不听你，这些战斗服免费出借，祝你凯旋归来。穿这个去战斗，卡到硬了。你早没给我装纯情了啦！你现在身边除了齐可松之外，还能对谁下手啊？你也不想想看，这间公司才没多久哎，论资历论能力，我去内地出差轮到你吗？我在偏偏带你去哎，这还不够明显吗？还不懂得把握机会？哎呀，你少害我丢脸了啦！人家怎么可能对我有意思啊？哎，这次伯父可以有惊无险，不是多亏有他吗？要是对你没意思的话，干嘛对你这么好啊？开玩笑，怎么不借个100万来给我花花？哎，对了，而且啊，如果你可以顺利当上老板娘的话，这笔钱就不用还了耶。哎呀，不可能啦！我又不是不知道他喜欢的女孩子的类型，跟我完全不一样啊！你少没志气了啦！你是不是他的菜，这不重要，重要是感觉。哎呀，放心啦，有我这个军师在。关于菜色问题呢，这只是男人把不到，或是不想把的借口而已。但是，哎，接着，哎，只要感觉对了，火花就会立刻蹦出来了。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啦。哎，这个。祝你再见，那个梦幻爱爱中，我就是用这件衣服搞定我们家小磊。哦。哎，我告诉你哦，在半夜12点的时候，趁齐可中在刚睡还没睡着的时候，穿上这件衣服，然后哭着冲进他的怀里。哭屁呀！当然要哭啊！边哭还要边说：“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哦！齐大哥，我刚才做一个噩梦，我好害怕。”睁大你的双眼，看着他，一眨一眨的，最好还能记住
出糖的眼泪，我就不相信他对你没感觉。接着就，你在干嘛啊？你很恶心哎！你真的很没用哎你。还好我有多准备哦。还有啊2只老虎钟，这个比较适合你的 style 吧？老虎嘞。记住，站在你面前的是你的猎物，但是必须耐心守候，千万不要马上出击。哥哥，尽量摆出撩人的姿态，要多性感就给他多性感，一定要挑逗到男人无法忍耐，让他化被动为主动。小老虎来了！杨果是我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关于你父亲的案子，我的当事人已经答应可以分期付款，还有你父亲已经亲口跟我证实，没有其他的受害者，你大可以放心了。就这样。你可以放心，反正在他的心里，你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，一个冷血无情、自私自利、不可帮助他爸爸的坏律师。就让他继续这么想吧。你必须要叫你爸爸这些钱还给当事人，只要他愿意负责任，我或许还可以劝我的当事人不要提告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爸不是骗子，我爸不是骗子。让我死在这种莫名的误会下，还显得悲壮些。至少不必幻想有那么一天，他有可能回应我。说到底，就是不能让我们这对渺小的姐妹换了你向大律师的好名声、好威信。我真的错得很离谱。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美得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赖着你，就像难搞的小孩，只想对你傻傻依赖。杨朵，杨果要下班喽。我是来找你的。明天是果果第一次到内地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也什么都不会，可能要麻烦你多多照顾他。你放心啦，他又不只是我的助理，也是我朋友啊，照顾他是应该的。嗯，谢谢。怎么闷闷不乐的？还担心你妹吗？
齐大哥，我真的很感谢你帮我爸爸的忙。你在说这个啊？可以不要放在心上吗？人偶尔都有需要急救的时候嘛。我真的很不希望你们两姐妹只要看到我，都在那边感激来感激去的，这样我反而会受不了。你一定觉得我这个女儿很无情吧？尤其是跟我妹比起来的话，我好像真的很冷血。我爸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可是我在旁边袖手旁观。我明明是可以帮忙的，可是我却见死不救。因为会怪你的杨朵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为了生活是怎么样刻苦自己的。不是钱的问题，如果钱真的可以救我爸的话，我宁愿花光我全部的积蓄，我也不会后悔。可是你知道这么多年了，我爸他一点进步都没有，一点悔悟都没有。我们每一次看到他出现，他就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，还有很多麻烦。这几年，我跟我妹好不容易我们才走到这样子，可是你说这么不堪的重逢有什么意义？如果他要这样子出现的话，那我宁可以为他已经死掉了。或许在我心里面还可以保有对他一点点的怀念。没关系啊。哇，这车道好长哦，会不好转弯啊？来喝点饮料。谢谢弟弟。少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老张啊，你们干嘛搞这么大阵仗？开我小车来就好了啊。是夫人特别吩咐的，怕少爷的行李多，所以还是多做准备的好。你说行李啊？我行李最大件就这一件啊。老张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我朋友杨小姐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杨小姐，欢迎您来到杭州。欢迎光临齐家大宅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哎呀，乖儿子，真是想死我了。妈，如果我太常回来，你就不想我了？什么话呀！真是的，我啊真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好，小小的房子，哎，小小的办公室，你就愿意待在那里，不回来陪妈。好了，妈，你再念，我就要回去喽。好，你呀就知道妈妈对你没办法，妈会想出一个办法的，让你乖乖的待在我的身边。好，来妈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，他叫杨果，他现在正在我的工作室当助理。吉保姆你好。啊，台湾的小助理啊，那待会儿呢给他安排在客房吧。哎，儿子，顾伯伯啊知道你今天回来了，特意为你接风，不许不去啊。好，乖儿子，上去啊去休息一下，洗一下啊。妈妈把你换洗的衣服啊全给你放好了。OK， 来，我带你到客房，走。如果摆上对方他也喜欢的东西的话，就更能够触动两人之间的情感啊。进来。老板啊，我们正要把这些风水的东西拿去丢掉，要不要顺便帮你一起啊？自会处理。是。
怪别人都是说10个算命9个骗，另一个还在练哦。小声点，人家毕竟是 Miss 杨的爸爸。哎，你看 Miss 杨桌上也摆的东西，你觉得他会求什么？这还要问啊 ？Miss 杨除了对钱有兴趣之外，还有什么啊？真的。哎，先生找哪位啊？杨姐，哎，阿德，杨姐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知道我错了。放开我！你在干什么呢？经过这段时间，我已经非常清楚了，这辈子我最爱的人还是……哎，不要乱讲话！你在干嘛？走，有什么事去外面讲。我就说嘛，你看 Miss 杨桌上摆的都是粉红色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是求财嘛？对不对？想不到啊，连 Miss 杨也有思春的时候。我看啊，我们大家要小心喽。哦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跑来这里闹啊？杨姐，我真的很后悔啊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杨果在哪里？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。怎样？你现在是被可以减少奋斗20年的大小姐给甩了，想要回头来过苦日子啊？杨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被甩，是我主动跟对方提分手的。没错，我是在跟大老板的女儿交往过后才知道，那种千金大小姐实在是太难伺候了，不像杨果，她什么事情都帮我做得好好的。你这个自私鬼，你到现在还想着你自己啊？我告诉你哦，就算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让我妹跟你交往。杨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会改的。改，你去殡仪馆吧你。杨姐，请你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我会让她知道我有多爱她。嘘，你小声一点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不准让任何人知道你跟我妹交往过。